李在明最近当真是杀伐果断啊，一刀砍在美国安插在韩政坛70多年的隐形总督府韩简厅身上。更劲爆的第二刀也已经出鞘，要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一手要拆美国人的政治杠杆，一手要夺美军的军事权柄。李在明这两步棋走的是又狠又准，不愧是九死一生的天选之子啊！青瓦台都没有他的命硬。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已经当了70多年的地缘金丝雀的韩国，真的能凭借一腔热血就飞出这个牢笼吗？在8月4号，李在明主持的这个会议上正式通过了韩国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从10月2号起，延续72年的韩国检察厅将彻底成为历史。检察官手里握了70多年的各种权柄被全面剥夺，从此就只剩下提起公诉这一项职能。全世界200多个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检察官会拥有韩国同行这样的权利。正常的司法逻辑是分权嘛，警方侦查，检方起诉，法院审判，3家分工制衡。但韩国它不一样，堪称现代西厂啊！检察官集立案、侦查、抓捕、起诉于一身。韩国检察官那是想抓谁就抓谁，想查谁就查谁啊！查案的是他，起诉决定的也是他，全程无任何监管。这套制度是怎么来的呢？特别讽刺，它是日本的殖民遗产和美国的战后设计的完美奇美拉啊！日据时期呢，日本人为了镇压朝鲜半岛的反抗势力，就故意把韩检院的这个权力给拉满，成为殖民统治的尖刀。45年韩国独立之后，美国人一看，耶，这套殖民系统很有效就继承了下来。在美主导下呢，1948年韩检厅法就正式出台了。美国人说的很堂皇说用独立的检察系统制衡腐败的官僚，保障司法公正。然而，只有绝对的权力才滋生绝对的腐败。美国真实的算盘是一个权力高度集中又不受韩国政府完全控制的检察系统，是美国操控他国政坛最顺手的工具。在冷战时期，这套体系的价值是最被淋漓尽致的展现的那韩检厅呢，就专门打击左翼的各种进步势力，清除任何可能偏离美方战略轨道的政治人物。谁不听话，韩检方就查谁的贪腐，谁的黑料一查一个准儿。那到底是炮制冤案还是确有其事？那谁也查不了韩检院呢？1987年韩国民主化之后美方非但没有削弱韩检院的权力，反而又给他叠了 buff 因为美方发现独裁者他不一定好控制，但是一个独立的强大的检察系统反而能在多党制的混乱中精准的维持美方的利益底线，才有了后来大家熟知的青瓦台魔咒。从全斗焕、卢泰愚入狱，到卢武铉跳崖，再到李明博、朴槿惠、尹锡悦接连身陷囹圄，韩国总统几乎没有善终。表面看这是反腐是民主的清算，但拨开一层看每一次总统倒台的背后，韩检院都充当着屠龙刀的角色，而握住屠龙刀的这个手从来不是正义女神的，也谈不上是韩国内部的政治站队与清算。韩检院永远跟美方站在一起。韩检院系统和美国情报机构的关系并不是什么秘密，是公开的潜规则。比如说2019年时任 FBI 的局长克里斯托弗雷然后访韩，专门会见了当时的检察总长尹锡悦，会面时间非常微妙，正好是韩检方和文在寅政府闹检察抗命的白热化阶段。FBI 局长访韩第一站见的不是韩国的外交部长，而是本国国内行政系统的检察总长。这种事儿在其他任何主权国家都很匪夷所思但在韩国稀松平常。韩检院几乎就是美国情报系统在韩国的合法延伸。可以说韩检院从建立到整个人才梯队的组成，都跟 FBI 和 CIA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冷战延续至今。每当韩国出现想自主的总统，检方就会异常的活跃。卢武铉要收回战时的作战指挥权，结果任期内被检方查得焦头烂额，卸任之后被逼到跳崖自尽。文在寅又为好友讨回公道，搞检察官改革，结果检方集体抗命，尹锡悦直接跟政府对着干，最后反而把自己选成了总统。70多年来，韩检厅凌驾于三权之上，不受总统控制也不受议会的监督，背后站着的是美国人，是真正的地下权力的中心。金大中试过动他，卢武铉试过动他，文在寅也试过动他，最后要么无疾而终，要么引火烧身。这不是因为总统他的能力不行，而是他们面对的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内部的司法机构，而是一整套美国设计的权力控制体系。这就是为什么李在明这次能把韩检厅直接拆掉，显得非常的特别。很多人说李在明这是为了自保，怕自己卸任之后被青瓦台的魔咒清算。这个话只说对了一半，自保或许是动机之一，但更重要的是，此刻的李在明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是美国现在深陷中东泥潭
当年直接跟我们闹掰的并根萨德系统啊，被美国人自己打包运了出去，现在只剩下一套，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效能。美国的战略资源在中东啊，被波斯的无人机一顿猛烧，冲突中的乌克兰都排不上号要武器啊。日本作为比韩国更优先级靠前的盟友，都被延期交付。韩国内部的亲美派也很清楚，现在要是调门太高，等周边的拳头落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可真的没有主人来护法。因此，韩国国内的自主派的话语权现在大大增加了。同时呢，在川普大统领的治下啊，他是刀俎盟友为鱼肉的现实过于赤裸裸，对韩国半导体产业的收割和觊觎，让现在血亏的韩国民众怨声载道。如果说美国的分身乏术啊，战略资源透支和抽血盟友的行为是天时，那么东北亚的地缘态势改变就是地利了啊。小本子现在作为众矢之的啊，被上两场混合双打中，韩国巴不得借此清算啊日本在二战时的罪行，并解决啊独岛的争议。同时呢，将军现在跟大地走得很近，面对已经拥核的将军，韩国真正的地缘同盟其实就是老中。而目前李在明给韩国选择的政治后路就是金砖国家联盟。俄罗斯、中国和最近跟韩国合作神速的巴西都在金砖内部，日后如果想政治解决半岛问题，这是天然的护身符。那人和就有点黑色幽默了啊，不只是共同民主党现在控制着国会175席，可以顺利的推进法案，更关键的是尹锡悦的神助攻，他是由文在寅一手提拔起来的。而作为被韩检院迫害制裁的卢武铉的挚友，文在寅从政最大的渴望就是废除检察院的调查权。那最终呢，被尹锡悦强势逆袭击退，对检察系统的清算啊功败垂成。之后尹锡悦在清算了朴槿惠、李明博之后，以非常微妙的选票差啊赢得了对李在明的大选，开始了他一根筋亲美，最后不惜造自己的反，也要将国家拉入战争的这条不归路啊。尹锡悦案件审理过程中呢，暴露出的政变细节让韩国上下都倒吸了一口凉气，也对尹身后的韩检院到底是怎样的权力怪兽有了切肤之痛的认知。因为就差一点，半岛几乎就沦为了战场，哪还有今日高歌猛进的 AI 分工蛋糕了。但如果有人以为李在明费这么大力气就只是为了拆个检察院报私仇破魔咒，那就太小看这位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政治强人了。废掉韩检厅只是第一步，他真正瞄准的靶心是悬在韩国头顶76年的终极枷锁——战时作战指挥权。说起来有点好笑啊，一个 GDP 全球第10、军费挤进世界前10的发达国家，连自己的军队的战争决策权都没有，这个在全世界主权国家里面都是独一份的奇观。也就是说，一旦半岛爆发战争，韩国几十万海陆空3军的调遣、部署、开火指令全部由驻韩美军4星上将说了算，韩国总统连签字同意的资格都没有，顶多算是一个列席旁听的顾问呢。而形成这个奇葩的局面呢，还要追溯到1950年的朝鲜战争头上。李承晚当时被朝军打得丢盔卸甲，一路退守釜山，慌不择路之下，把全军指挥权双手送给了麦克阿瑟，说是请联合国军主持大局，实则是把国家命脉当救命的稻草压了出去。这一交就再也没顺顺当当的收回来，直到1994年金泳三政府费尽力气，趁美国冷战胜利克林顿龙心大悦之时，拿回了和平时期的指挥权，可最核心的战时指挥权依然攥在美军手里。往后的几十年里卢武铉雄心勃勃的要在任期之内收回，结果人没走茶就凉了不仅计划搁浅，自己还被检方查到跳崖。文在寅呢继承了好友的遗志，重启谈判。美国人一边满口答应条件成熟就移交，一边拿朝鲜威胁韩军能力不足当挡箭牌，左拖右拖，拖到了卸任，这事儿又黄了。那到了尹锡悦手里就更绝了对日本人都代为赔款，跟爷爷还要指挥权，那是何等的大逆不道。而李在明在天时地利人和的加持下，现在果断的出手了，先从最务实的土地问题开刀，一点一点攒筹码。最典型的就是龙山基地搬迁的这个风波。在2004年韩美就签了协议，美军从首尔市中心的龙山基地搬到平泽新基地这个旧基地呢还给韩国。为了这个新基地，韩国前后砸进去超过10万亿韩元，硬生生的在平泽造出了美军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结果17年美军就搬完了家，旧址迟迟不移交。今天说污染没治理完，明天又说还有设备没搬迁李在明访美的时候，川普甚至直接就问他要基地的土地所有权，李在明当时笑而不语就当没听懂。
而最近呢，直接就撕破了脸，公开批评美方的拖延理由几乎就是借口，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追问外交国防两部的交涉进展，态度之强硬啊，近些年都非常罕见。与此同时呢，光州空军基地搬迁的博弈也在同步推进。韩国想把这块地呢改为半导体产业的集群，可是因为韩美共用基地啊，连怎么拆、什么时候拆都得看美方的脸色。这些看似细碎的土地纠纷，本质上都是韩国在主权上的试探，先立住韩国的地盘，韩国说了算的这个规矩，再谈更核心的兵权问题。目前韩方给出的预期是2027年完成移交，而美国则咬死了最早也要2029年，2年的时间差，最后就是一场关于主权尊严的拉锯战。而先端掉韩检厅的这个西厂的地位，也属于是射人先射马。美方没有了趁手的政治工具啊，在天时地利人和的加持下，李在明未必不能趁美国现在被中东严重消耗啊，韩国内对美不满情绪积累的便利，完成这一历史的壮举。美国现在在东亚的力量啊，只剩一个壳子了，无力也无心对盟友出手。确实啊，也是千载难逢的时机。李在明拼着得罪美国也要收指挥权，完全是要独立自主吗？非也非也。韩国只有真正攥住军队的主动权，才能在东北亚的新格局里面给自己找到一条不被碾碎的活路，这才是李在明的真正大棋。首先呢，是经济上。中国崛起是毫无疑问的，韩国现在已经凭借三星海力士分得了未来全球分工里最肥美的一杯羹。我们主导的区域一体化将是全球未来10年最大的增长红利。可只要战时指挥权在美国手里，韩国就会随时被绑上战车。今天美国让你部署反导系统，明天让你参与三边军演，经贸关系说打断就打断，没有军事自主权，经济合作就永远是带着镣铐在跳舞。其次是安全仗。半岛的和平不能永远靠美国维持平衡，恰恰相反，很多时候矛盾的火它就是美国拱起来的。朝鲜就是将美对韩的战时军事指挥权视作时刻需要警惕的威胁，只有韩方收回指挥权，韩国才能够掌控对朝政策的节奏，不用跟着美国的军演节奏反复横跳，才能真正坐下来和北方谈缓和、谈合作。毕竟北方硬核的程度，它是和不是硬啊。那半岛就这么大点地方啊，核选项其实根本就不应该是个选项。因此，李在明在上任之后，把对朝的政策从无核化优先转向和平优先，本质上就是在为南北缓和铺路，而指挥权就是铺路的这个前提。更深一层的布局是金砖框架的后路。李在明在上任后啊，猛冲金砖合作，和巴西签下了7项合作文件，和俄罗斯、中国都保持着务实的沟通，打的就是多边牌。金砖机制天然倡导和平谈判解决争端，未来半岛问题如果能放进金砖的多边框架里，通过政治角度去化解，韩国就不用再被美方单方面拿捏，相当于给自己买了一份双重保险。这个就是李在明最厉害的地方。李在明刚上任的时候，我就给大家介绍过，这位被刺杀过、被弹劾过、被检方往死里整的传奇奈沙王，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对一线生机的嗅觉几乎是本能的。他从来也不是什么热血的反美斗士，也没有天真到以为韩国能实现完全的自主。他很清楚，金丝雀永远飞不出大国博弈的地缘牢笼，但可以选择一根更安全的树枝，在左右摇摆之间把生存的空间撑到最大。对韩国这样的国家而言，完全自主从来都是奢望，但能从美国说一不二走到有事坐下来可以谈谈，能在大国之间走出自己的节奏，能在70多年的枷锁上撬开一道缝隙，就已经是一场很了不起的胜利了。祝他好运吧。这么长的看完了，关注一下吧。